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至尊宝。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睡觉呢？而一个人可以坚持多长的时间不睡觉呢？俄罗斯就曾经对5名犯人秘密进行剥夺睡眠的人体实验，让他们在30天内不睡觉。该实验的科学家原以为这5人肯定都能通过这实验，可是万万都没想到，结局却是让人惊悚万分。整个事件光怪陆离，诡异无比。据说这5名犯人到最后甚至都变异了。在正式讲解之前，让我们先一起看一段影片。就是这段令人头皮发麻的诡异影片，让很多网友坚信俄罗斯的这项睡眠剥夺实验的真实性。那么俄罗斯这次实验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？就在1947年，苏联想要自己的士兵成为战场上的无敌战士，无敌到最好连睡觉都不用。于是就花费了大量精力，研发了一种可以让人保持长时间不睡觉的气体兴奋剂——尼古拉耶夫气体。只是苏联不知道这种气体如果用在士兵身上的话会有什么副作用，所以苏联就秘密地挑选出5名重刑犯人。他们被告知只要在实验的密室中不睡觉30天，他们就可以被无罪释放。他们当然直接答应了，因为30天不睡觉换取以后的自由实在是太值得了。于是他们几人就被关进了一个狭小的密室房间中，并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一些简单的娱乐设备，当然还有一些书本。研究人员会定期向房间中注入带有尼古拉气体的氧气。不过因为当时室内监控器还未发明，所以监视人员只能通过玻璃窗和麦克风对那5名犯人进行监视。就这样，在实验开始的前3天，房间中的5人一切正常，彼此之间相互诉说着自己的经历，畅想着出狱之后的美好未来。但是呢，来到了第4天，这5名实验者就开始有点异样了。他们交谈中的语气普遍都转向比较消极面了，而话题呢也越来越多，开始讨论各自过去的沧桑性事件。5天后，负面的情绪越来越浓烈，他们都开始抱怨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把他们弄成这样，而且开始表现出严重的妄想症。他们不再彼此交谈，而是都看着那唯一的玻璃，前窗低语。而奇怪的是，他们都好像觉得可以通过出卖和他们囚禁在一起的同犯，从而获得研究人员的信任。起初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气体本身的副作用。就在实验进行到了第9天，房间中出现了诡异的一幕。只见其中1人发出令人不安的尖叫声，看起来对方已经完全癫狂，而其他的4名犯人完全没有要阻止他的意思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。接下来更加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，只见另外2名犯人开始撕开书本，然后竟然用自己的排泄物把书页粘贴在用来监视他们的玻璃窗上。这样的行为似乎是不想让研究人员看到房间里的情况。而实验进行到了这里，都开始变得无比的诡异起来。但是这实验还是要继续进行。来到了第12天，此时的房间变得十分的安静，似乎房间中的几人已经全部死亡一样，而用来监视的麦克风也没有传出任何的声音。之后，外面的研究人员只好向房间中喊话：如果你们不把玻璃窗前的书页拿掉，那么你们将会直接被处死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房间中却只传出我们不想被释放这是声音。很快的，时间来到了第15天，这时的房间早已变得寂静无声。如果不是通过监测设备确定几人还活着的话，研究人员真的以为他们早已死亡了。不过为了让实验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下去，此时参与实验的专家决定只向房间中注入正常的氧气，而没有那尼古拉耶夫的气体。只是奇怪的是此时房间里的几人却表示出了抗拒，好像他们似乎更喜欢带有尼古拉耶夫气体的氧气。
出现如此怪异的情况，最后研究人员只好暂停实验，并决定打开密室房间的大门。结果进入眼帘的场景却是吓坏了众人。只见那5人中已有1人已经死亡，而他的死相呢也是特别的恐怖。死者生前似乎被人开膛破肚一样，里面的内脏已经凌乱的散放在他的身边，血肉模糊，非常的恶心。而另外那4人则更是表现得怪异无比，明明自己胸部下方的内脏器官都已被挖了出来，可几人却诡异的还生活着。而房间中的食物似乎从实验的第5天开始就没什么动过了。那么接下来的10天他们到底是吃了什么呢？而且令人最惊讶的是，这4人似乎得到了某种超能力，每个人都力大无穷。因为就在士兵进入房间时，试图转移那几人的时候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摩擦。那4人在被移出密室的过程中进行了猛烈的反抗，一个俄罗斯士兵的脖子被撕开而死亡，而且大腿动脉被其中1人用牙齿给割开了。4个活着的实验对象疯狂地挣扎着，医疗人员试图让他们镇定下来，但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都被注射了10倍人体剂量的镇定剂，但还是被逼到墙角。他们像动物一样争斗着，还弄断了一个医生的肋骨和胳膊。在其中1名犯人血液流光之前，他的心脏还整整跳了2分钟，这就证明在他的血管系统里含有比普通血液中更多的氧气，甚至心跳停止跳动后还继续狂笑并挥舞了3分钟。最终牺牲数名的特种兵之后，剩下的实验体终于都被制服了，并被研究人员带去治疗研究。之后为了防止更多事情的发生，剩下的实验体也被秘密的处死了。这就是俄罗斯睡眠剥夺实验的大致情况。但是俄罗斯是极力否认进行过这项实验的。其实这项实验的详细资料最早是在2009年的时候才出现在互联网上的。不过经过查找，发现以上的事件完全就是网络虚构的故事，疑点也有很多。所以最后我只能说，关于俄罗斯睡眠剥夺的实验，最多都只能算是虚构的都市传说而已。但话说回来我们人类真的能够坚持30天不睡觉吗？而我本身最多2天不睡觉就不行了。但你相信吗？就有一个这样的世界纪录，人类最长不睡觉的时间。人类最长时间不睡觉的记录到底是多久呢？这个记录是一个名叫兰迪·加德纳的人所创下的，时间是11天又25分钟。这就是被记录在1964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的。而当时的兰迪就只有17岁而已。为了这个挑战，兰迪叫上了他2个最好的朋友，并且要求这2个朋友每隔12个小时轮流监督着他，并且陪他一起熬夜，保持清醒。兰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如果是一个人挑战的话，那么你很快就会放弃了。就在兰迪挑战的第2天的时候，他就经历了很多我们前面说到的情况。他的眼睛开始变得很难集中注意力。来到第4天的时候，兰迪开始产生幻觉。当时的兰迪把路边的一个指示牌当成了一个正在朝他走来的人。在房间里坐着的时候，兰迪还会发现窗外的生灵会通过窗户进到房间里面。而到了第9天的时候兰迪只要一不说话，他的思想就会开始变得分崩离析，变成一团浆糊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他也经常会忘记自己正在说什么。当他忘了自己想要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干脆闭嘴不再说话了。除此之外兰迪还发现自己会忘记一些常见物品的名字，记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，而且脾气也会变得十分的敏感。就在第10天，他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来宣传他的不睡觉挑战。但由于长时间的不睡觉，让兰迪变得十分的偏执。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，他一直觉得主持人是故意让他看起来很愚蠢的，感觉就像在嘲笑他。这个时候的他不光说话困难，就连形成一个想法都很困难。来到了第11天的时候，
兰迪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僵尸一样，他的面部没有任何的表情，也不会主动说话，就那么2只眼睛直直的看着前方，而且就连有人在他耳边打响指，他也无动于衷。当时医生在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兰迪回答了一半就突然停了下来。医生就问他，你为什么突然停下来呢？兰迪就说，我忘了你问的问题是什么了啊。最终在第2天凌晨2点的时候，兰迪被带到了附近的一家海军医院。当医生在他头上贴满电极片之后，兰迪就结束了他的挑战，迅速陷入了14个小时的睡眠状态。由于只睡了14个小时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医生问他有没有感觉到很疲惫呢？还需不需要再睡觉啊？但兰迪却说完全没有，他整个人都很精神，他并不需要再继续睡觉了。不过虽然兰迪在这场不睡觉的挑战中挺过来了，但事实证明，事后的兰迪出现了失眠的症状，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已经永远不可能被打破了，因为官方考虑到这项挑战的危险性，以后都不会再接受任何挑战者了。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，在没有午休的情况下，不要连续超过16个小时不睡觉，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，才能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。其实睡眠过多或者过少都有可能影响你的健康。过度的睡眠你可能感觉不太明显，但是如果缺乏睡眠的话，你可能会立刻感觉到很不舒服。如果24小时不睡觉，你就会感觉白天特别的困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而且脾气也会变得特别的暴躁，碰一下就会爆炸，而且视力和听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保持20至25个小时不睡觉的话，对人身体的影响跟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0.1% 效果相同。所以疲劳驾驶的危险系数跟酒醉驾驶在某程度上是一样的。而如果36个小时不睡觉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皮质醇，而皮质醇呢，就会提高一个人的血压和血糖水平。这是一种跟压力有关的激素，它在应对压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所以也被称之为压力荷尔蒙。然后你的短期记忆就会开始变差，能力水平也会开始下降，进而影响你的判断能力。同时在说话和表达方面也会受到影响。如果到了48小时不睡觉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跟周围的世界发生脱节了，你的免疫系统会开始下降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除了睡觉之外，你的大脑是很难想到其他事情了的。而且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已经在经历着微睡眠的情况了。微睡眠就是一种短暂性的意识丧失的状态，这种状态可以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。如果坚持到3天不睡觉，你的心跳速度就会开始迅速增加，同时控制情绪的能力也会大大的下降。这个时候的你可能会产生幻觉，看到周围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而且这个时候你已经很难分辨出事情的对与错，会有一种强烈的偏执感，就是我们常说的钻牛角尖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这么长的时间不睡觉还会引发精神病的发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的大脑会极度缺乏休息，以至于你的全身的器官都会面临衰竭的风险。再接下去很可能就会出现死亡的现象了。但是不得不提一下，目前呢还没有记录显示有人因为睡眠不足而死亡的案例。但是呢，同样要注意，目前对于睡眠的研究案例并没有多少是有超过3天以上的。首先，这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3天以上不睡觉的。其次，强迫一个人3天以上不睡觉是不被法律允许的。所以科学家们只能从动物的研究数据中去推导结果。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对于老鼠进行了一项睡眠实验。在这个实验过程中，这些老鼠被强迫不能睡觉，结果就在第32天的时候，所有的老鼠全都死亡了。但这名研究员说，这些老鼠死亡的真正原因还有待研究，因为数据显示，这些老鼠有的是因为免疫功能受损而导致细菌感染而死亡的，
有的是因为体温过低死亡了，而有的则是因为压力水平过高，导致老鼠的大脑受损而死亡的。所以科学的说，人类可能不会因为长时间不睡觉而死亡，但很有可能会死于长时间不睡觉而引发的这些并发症。失眠可以说是现代人的通病了，它大大的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也会常常失眠，所以现在我将分享获得高质量睡眠的6个小方法，有一些也是我亲身尝试过的。第一个就是保持平和的心情，睡前保持平衡的心情非常的重要。焦虑、兴奋、愤怒等等的情绪都会妨碍我们的入眠，所以尽量避免在入睡前涉及一些激动性的一些活动或者思维，可以尝试一些轻松的活动，比如说冥想这种间歇性的肌肉松弛，或者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等等，或者你也可以听一些轻音乐，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放松身体、放松思绪的。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，选择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，避免光线太强或者噪音太大，以免干扰你的睡眠。你可以选择遮光窗帘、耳塞或者睡眠眼罩等。床垫跟枕头的舒适度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必须要选择适合你的款项。那么第三个就是避免在睡前玩电子产品。电子产品比如手机、平板或者电视都会发出蓝光，而这些蓝光是会抑制我们体内褪黑素的分泌的，从而干扰你的睡眠。所以在睡前的1个小时尽量避免使用这些电子设备。如果你确实是要使用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启用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的影响。那么第4个好方法就是饮食助眠，晚上避免摄入咖啡因，比如咖啡、浓茶等等，当然还有酒精以及尼古丁的这些刺激性的一些物质。在睡觉前我们可以喝1小杯温热的牛奶，因为牛奶富含色氨酸还有褪黑素，可以促进身体的放松。第5个小技巧就是适量的运动，比如白天的一些有氧运动、散步、太极拳等等，都是可以促进我们内啡肽的分泌，这是一种天然的镇定剂，可以自然的诱导睡意。还有尽量避免在睡前做一些激烈的运动，因为这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兴奋，导致难以入眠。第6个方法就是呼吸放松法，尝试这种均匀的缓慢的深呼吸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种一呼一吸的这一种过程中，是可以帮助平静情绪、减轻焦虑和压力的，这会为入睡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，然后快速入眠。睡眠是我们人体修复的一个重要过程，但是关于睡眠时间的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其中最让人们深信不疑的就是每天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。那么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呢？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睡眠时间与人体健康的关系。首先，每天都要睡足8个小时，这种说法呢流传已久，深入人心，甚至成为了很多人的睡眠目标。有一项关于亚洲人的睡眠大规模研究，结果发现每天睡6到7个小时和全因死亡风险、心血管风险还有癌症风险是最低的，而他们的寿命也是最长的。这项研究横跨了多个亚洲的国家，选择的样本量高达30万人，平均随访的时间超过10年。那么研究者就分析，每天睡5小时或以下通常代表长期的睡眠不足，而每天睡8个小时以上的通常意味着长时间的睡眠过剩。那么研究表明，无论是睡眠不足还是睡眠过剩，都无法让人体带来长寿的一个健康效应，反而睡6至7小时的人相对来讲更加的长寿。研究表明，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是有所不同的。比如说刚出生的婴儿就要有充足的睡眠，每天14至17个小时的睡眠，3至5岁的睡眠时间则是10至13个小时。那6至13岁的学龄儿童要有9至1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像婴幼儿
他们要有充足的睡眠来保证身体能够发育成长，而多数的成年人则只需要睡够7个小时左右。那对于老年人来讲，睡眠的时间可能会相对于减少，他们只需5至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从年龄上来说，老年人的器官处于衰老的状态，大脑的皮质功能减退，新陈代谢减慢，分泌的褪黑素减少，而褪黑素是人体内部诱导睡眠的物质，它的减少会降低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。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睡眠时间。其实睡眠的质量并不是通过睡眠的时长来判断的，而是要看睡眠的周期。一个周期大约为90分钟，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入睡期，是睡眠的开始，约占整个睡眠时间的5至10%。此时会感到昏昏欲睡，很容易入睡，也很容易醒，眼睛、肌肉活动都会变慢。而第二个阶段，浅睡期，现在才会开始正式睡眠，约占整个睡眠时间的45至55%。此时的大脑活动会变慢，眼动停止，呼吸平缓，体温降低。而来到第3阶段，熟睡期和第4阶段的深睡期，这2个阶段都属于深度睡眠的阶段，约占整个睡眠时间的15至25%。这时是不容易被叫醒的，如果被叫醒，往往在一段时间内都会站立不稳，东倒西歪的。而以上这4个阶段都不会出现眼球快速跳动的现象，所以都会被称为非快速眼动睡眠。而来到第5个阶段，快速动眼期，这个时段是很容易被惊醒的，通常伴有翻身的动作，眼球会呈现快速跳动的现象，似乎又在进入第1阶段的睡眠了，但实际上是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期。而这阶段约占整个睡眠时间的20至25%。我们通常会在整夜睡眠中经历4至6个连续的睡眠周期。假如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睡眠，我们通常会在90分钟的倍数时间后醒来，例如4个半小时、6个小时、7个半小时等。经历了这种完整的睡眠周期之后，我们的身体才会得到充分的修复。如果是我们的睡眠过程中被打断，或者说没有经历完整的睡眠周期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疲倦，注意力也不集中，记忆力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甚至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。所以提高睡眠的质量，关键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，保持稳定的生物钟，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等等，这些都是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。睡眠作为动物们普遍共有的一项生命活动，它的早期功能可能仅仅是为了帮助生命体节约能量，但伴随着人类的进化，物种遇到新的机遇和挑战，大脑不断的演化，睡眠也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。而对于人类而言，通过睡眠来保存能量，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必要了。恢复大脑的状态和帮助巩固记忆，已经变成了睡眠的主要功能。或许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大脑的修复和记忆的巩固等功能，今后可能也不再需要靠睡眠来执行了。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需要睡眠吗？这里也顺便问一下，大家试过不睡觉最长的时间是多久呢？你的感受又是如何呢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可以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个星期准时见，拜。